最近啊，中国各大银行又开始整幺蛾子了，取个钱都要你去派出所开证明，这是闹得沸沸扬扬的。我给大家捋一捋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看东莞那个视频了吗？一位大叔去银行取自己儿子汇来的钱，结果银行非要他提供资金来源证明。大叔当场就怒了，这钱是谁的？为什么我的钱我做主不了？这种情况不是个例，全国各地都在上演类似的闹剧。我给大家算个账啊，以前银行取款是什么标准？5万以上需要预约。现在呢，吉林某银行2万就要你去派出所开证明，沈阳5000块钱要你把配偶叫来现场，青岛取个款被要求证明钱从哪来的。你说这不是搞笑吗？更离谱的是，就连网上转账也被限制得死死的。江苏一位家长要给孩子交7000多的学费，结果每天只能转5000，还得分2天才能转完。银行说这是为了防诈骗，我就想问问，难道银行自己没有监控系统吗？非要让储户这么折腾？有意思的是，我发现这些限制背后藏着更大的问题。我给你讲个数据，今年全国大型超市的购物数据显示，现在收银台的营业员都比顾客多了。以前要排队结账的商场，现在直接走到柜台就能付款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老百姓兜里没钱了，消费力严重不足。一位江苏的陈先生说得特别透彻，以前限制5万以上，现在标准越来越低，我估计是银行现金不够了。你看现在经济不景气，大家都在省吃俭用，有点钱就存起来，银行怕挤兑才设这么多障碍。我再给大家爆个料，知道现在很多银行网点为什么突然变得热情了吗？因为他们接到任务了，储户取5万以上，要劝说至少留1半在银行。有的银行甚至给柜员下指标，不完成就扣绩效。最搞笑的是银行的说辞，他们说这是为了保护客户资金安全，是反诈骗措施。我就问你们，存款的时候怎么不查这么细？那时候怎么不管钱从哪来的？取的时候反而各种为难，这不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吗？商业银行法明明白白写着存款自愿，取款自由。现在好了，存款确实挺自愿的，但取款，嘿，你得先过银行这一关。这种情况啊，让我想起了80年代末期那会儿。那时候也是各种理由限制取款，最后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，不是吗？所以我说实话，现在这些银行政策背后反映的是更深层次的问题。它不仅仅是银行自己的问题，而是整个金融体系都出了毛病。你们觉得呢？说完取款难，我再给大家爆个更刺激的料，你们存在银行的钱，可能正在被银行悄悄吞掉呢。不信，我给你讲个真实案例。浙江有位储户的经历让人气愤。他1996年在工行存了215块钱，结果19年后去查，钱只剩下8块多了。这不是明摆着抢钱吗？工行的解释更是离谱，说什么收小额管理费，从2006年开始，每个季度扣3块钱，一年就扣12块，19年下来，200多块钱就这么被他们蚕食掉了。更可气的是，储户压根不知道这回事，银行连个通知都没发。你以为这是个例？我再给你说个重庆的案例。一位市民的农行卡睡眠了10多年，最近要用来办理公积金贷款。刚存进1000块钱，银行立马就扣了173.9元的小额管理费，还额外收了15块钱年费。这不是赤裸裸的明抢吗？我查了一下，2006年开始，几乎所有大银行都开始收这个小额管理费，标准特别离谱，只要账户里的钱少于300到500块，每个季度就收3块钱。他们说对唯一账户可以免收，但你看刚才说的浙江那个案例，明明是唯一账户，照样给你扣。银行的说辞更是可笑，他们说系统会自动识别唯一账户，得了吧，
你们的系统怎么就不能在扣费前给客户发个通知呢？我给大家算个账，一个季度3块钱，看着不多是吧？但全国有多少睡眠账户？据央行统计，截至2023年底，全国个人银行账户高达110亿个。假设只有1%是睡眠账户，那也有1.1亿个呀。每个账户一年收12块，那就是13.2亿呢。这就是银行的睡眠经济。更气人的是什么呢？这些钱银行想收就收，想扣就扣。律师说了，银行增加收费项目必须提前告知并取得储户同意。可实际上呢，有哪个银行真这么干过？现在好多年轻人都不愿意去银行开户了，为啥？就是怕这些莫名其妙的费用。你说银行存款越来越少，他不是活该吗？我还发现一个更吓人的趋势，很多银行现在开始变相劝退小储户了。存款少的不是收你管理费，就是把你的卡降级。降级之后呢，连 ATM 都不让你用了，非得去柜台办理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现在银行都在追求高净值客户，那些存款少的散户，在他们眼里就是累赘。可我问你们，当年这些银行发展壮大的时候，靠的不就是千千万万的小储户吗？所以我说，这些银行现在就像是得了健忘症，忘了自己是怎么起家的。他们只想着怎么从储户身上榨取更多利益，却不想想这么做的后果。说完银行的问题，咱们来看看更大的麻烦。这2天人民币又跌了，12月2号创下12个月新低，对美元一度跌到 7.2970。 这是什么概念？去年11月以来的最低点，而且美元指数还在往上窜，创下近2年新高。有意思的是，这次人民币跌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。知道为什么吗？是因为市场在担心川普明年上台后会加收关税。我给大家算笔账，如果真加收关税，那中国出口企业的日子就更难过了，人民币贬值可能会更厉害。央行这边也急了，他们每天都在通过中间价托市，12月2号设定的中间价比市场预期强了不少，创下去年8月以来最大偏差。但你猜怎么着？照样挡不住人民币往下掉。市场分析人士说得好啊，虽然当局现在把中间价限制在 7.20 附近，但这根本挡不住即期汇率继续走弱。多家国际投行预测，到2025年人民币可能还要贬值 10%。 你们自己算算，那得跌到多少？更吓人的是国债市场。12月2号，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跌破 2%， 报 1.9750%。 这是什么水平？是2002年4月以来的最低点，21年来的新低啊！我再给你们报个更劲爆的数据，现在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比美国低了222个基点。上一次差这么大，还是在互联网泡沫破灭那会儿。你们想想，过去10年中国的收益率不都比美国高100多个基点吗？怎么现在就反过来了？多家国际投行的分析师都指出，虽然突破 20% 预期内的，但来得太早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3个原因。第一，经济太差了，不得不降准降息。央行行长潘功胜已经说了，年底前可能还要降准 0.25 到 0.5个百分点。第二，银行没活干了。上周央行直接砸了8000亿的逆回购，比10月多了3000亿。你说银行要是有活干，用得着央行这么放水吗？第三，外资在撤离。一位对冲基金经理说得特别直白，中国经济基本面太弱了，政府这些政策根本不是刺激，只是在防止经济硬着陆。摩根士丹利都预测说，明年第一季度末央行还得降息40个基点，那时候国债收益率会跌到哪去？有分析师说，可能跌到 1.7%。 所以啊，这些数据告诉我们什么？中国经济现在就像是得了重感冒，政府整天喊着已经好转了，但体温计可不会撒谎。
人民币再跌，国债收益率再创新低，这些都是实打实的体温数据。最近又要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了，他们肯定又要喊一堆口号。但我想说，光喊口号有什么用？关键是要解决实际问题，否则明年这个时候，我们可能还要看到更多新低。好了，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。记住啊，这些都不是我说的，都是实实在在的市场数据在说话。你们自己品品，这经济到底是不是真的企稳向好了？